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花了好几个晚上研究 Notion、Obsidian、Room Research， 下载了一堆模板，装了各种插件，甚至把界面调整得美轮美奂，结果1年过去了，卡片盒里依然空空如也。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完美工具，也不需要完美模板，几支笔，几张随手可得的废纸，再加几张空白资料卡，就这样10分钟后，你就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卡片盒。不用再等了，我们现在就从最简单的一张纸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Alice 习大笔记，我是 Alice， 这里是陪你一起练习生活、练习思考的过日子不佛系单元。上一集我们聊到卡片盒笔记很强大，但强大归强大，真正动手时，怎么突然卡住了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，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或者被数位工具的复杂设定绑架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，直接卷起袖子实做。这一集的目标很简单，不求完美，但求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来盘点一下需要准备哪些工具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细节，我们现在连线到棚外的实况桌，有请我们的特派记者 Alice。 嗨，主播好，我是棚外记者 Alice， 我这边已经把给息都准备好了。第一项工具当然是笔，我准备了几种颜色的笔，这样阅读卡片时一眼就能分清是什么功能。比如蓝色标记引用，绿色标记编号，紫色表示连结。当然，如果你想一支笔走天下，也完全 OK， 没人会管你。第二项，废纸做的卡片，最省钱的做法就是拿 A4 废纸，对折再对折裁成4张，将4张卡片就出来了。写错了也不心疼，反正就当草稿用。如果你还在犹豫卡片盒到底适不适合我，那就先用废纸练练手感就好。第三项，50K 空白资料卡或4x6寸空白卡。如果你想更有仪式感一点，可以用这种空白卡，厚实耐翻，手感好。缺点是写废了可能会有点心疼。根本是你太空。哎呀，这叫持家有道。不过这种空白卡很适合当某本书或某个主题的封面卡，贴上索引标签后就成了索引卡，所以我会2种卡片混着用。最后一项，卡片的夹，一开始我用的是 50K 2孔资料夹，但后来我找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完美替代品，抽屉式鞋盒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鞋盒。建议选 13.5 公分高的款式，因为如果只有12公分，贴了索引标签后，看会卡住。你看4个鞋盒叠起来还真有点卢曼风诶。会不会有一天4个不够用？想太多，你先填满1个再说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工具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卡片盒里到底会住些什么。其实很简单，主要就3种卡片：参考笔记、主笔记、索引笔记。先说参考笔记，简单说就是读书笔记，你读书、看影片、听 podcast， 只要觉得这段有料，就记在这里。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把外界的知识带进家门。再来是主笔记，这个才是卡片盒的核心，它记录的是你的思考、你的发现、你的疑问、你的顿悟。Aaron 称它为永久笔记，他们会互相连结，彼此对话，慢慢长成一张属于你的知识网。最后是索引笔记，它就像这座城市的地图或路标，用关键字来建立入口，让你未来能快速找到相关的主笔记。好的，这就是卡片盒的基本组成。现在把镜头交还棚内。谢谢棚外记者 Alice 的详细介绍。既然工具都到齐了，我们就正式开始动手。第一步，我们要帮你想读的书做一张封面卡。
以后从这本书摘录的所有笔记都会乖乖排在这张卡的后面。所以你得先选一本书，一本你想做笔记的书。Alice 记者，请示范一下。好的 ，Alice 主播，我今天示范的是经典名著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。拿出一张50K 空白资料卡，这是门面，我们就奢侈一点。在卡片正面写下书名，如果有副标题也要一起写下来哦。很多时候副标题常常会点出这本书的主题，再往下写作者、译者、出版社、出版年份。封面卡完成，接着我们进入下一步。第二步，我们要试图抓住这本书的大意，翻到封面卡的背面，在最上方写下一个问题：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什么？然后强迫自己用自己的话回答。注意咯，不能抄书腰上的文案，不能抄网络上的简介，更不能找 AI 要答案，就是要用你自己的话。你可以快速翻过封面、目录、前言、章节标题，再翻一翻感兴趣的章节，甚至粗浅的扫过一遍，然后问自己，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，主题是什么。比如我的版本是，这本书专注在提升阅读技巧，针对不同阅读层次和不同类型书籍，教导读者如何分析、掌握、读通一本书，让阅读从被动转为主动。这一步其实很关键。说真的，如果连这本书的主题都讲不出来，你又要怎么判断它值不值得花时间？这其实是一个筛选的过程。第三步，我们要来一个灵魂拷问：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？拿一张废纸做的卡片，没错，就是刚刚才的那种，在上面写下这个问题，然后诚实的写下你的答案。我的答案是，我想要增进自己的阅读技巧，特别是主动阅读和跨主题连结。以前读书都偏向被动吸收，有时会蹦出一些想法，但并没有去理解或连结，唯有主动阅读才能真正提升理解力，洞察世界。示范结束，镜头交还给主播。写这一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，或者发现自己其实只是跟风买书。没关系，这正是这一步的价值，它把你藏在心里的期待挖出来。从这一刻起，你就不再是被动接受资讯，而是带着目的去狩猎答案。很多人读完书什么都没留下，不是记性不好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设定我要带走什么。所以千万别小看这一步哦。今天最后一步，我们要让卡片正式入驻卡片盒。为此，你需要一套简单、直觉、好用的书籍编号系统。我帮观众问一下，直接写书名不就好了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有些书名很长写起来很麻烦，而且你记录的内容不只是书，也包括影片、podcast、网络文章什么的。所以我自己研究出一套直觉的编号法，分享给大家参考。首先用 R.B- 开头， R 代表 reference， B 代表 book 书籍，如果是多媒体就用 M， 期刊就用 J， 接着加上说明关键字，选最能代表这本书核心的词汇，通常2个字就够了。最后加上作者姓名的前2个字。举例来说，如何阅读一本书是 R.B， 阅读爱德。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是 R.B， 阅读荒木。卡片盒笔记就是 R.B， 卡片艾伦。你看，就算关键字撞了，像这里的阅读，作者名也能帮你区分开来。英文书也一样好用， How to take smart notes 就是卡片盒笔记的英文版，编号是 R.B， Notes Errands。 Antinet Title Custom 是 R.B Antinet Shepard。 Assistant for Writing 是 R.B Writing Doto。 这样编号一眼就能同时看出主题和作者，
如果运气真的超背，关键字和作者名都撞了，那就加个出版年份或册数就好啦。Alice 记者帮我们示范一下补上编号。好的，主播，我现在回到刚刚的2张卡片，在左上角补上编号 R.B， 阅读艾德。保险起见，我还会在电脑上做一份书籍编号对照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知识来源是网络文章或 YouTube 影片，那网址通常是一长串乱码，对吧？直接复制贴上比手抄安全多了。好，教学结束，现在立刻马上，请你去拿一张纸、一支笔，找一本书，试着在卡片上回答这2个问题。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？一开始可能不太好回答，脑袋会有点卡卡的，没关系，写下来就对了。说不定写着写着会冒出一些连你自己都意外的想法呢。虽然我们还没开始写主笔记，但你看，卡片盒已经开始有内容了，而且是经过你大脑思考的内容。下一集我们会边读边做笔记，你将写出第1张主笔记。我是 Alice， 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